回顾上周的时候呢，其实我一直没有把视线停留在具体盘面当中啊，因为短线的判断呢，目前来讲是需要回到我们周线级别来去看一下啊，因为上周的最终收盘呢，出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十字星啊，如果是说再往前十字星发生之前的形态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两根 K 线已经是出现过吞没的情况啊，但是可以看到底部这里呢，成交量是没有明显的放大的。那通过上周的回测试以后呢，开始在做上下挣扎的举动，那么这种形态容易会让人开始着急的去排队啊。但是今天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美好周一的开始啊，作为这周真正重要的不是盘中哪一根 K 线走得很漂亮，而是上周的高低点究竟会先被哪一边先作为突破的举动如果说昨天你有在我直播间的话，我有提到说，如果在日线级别能够完整突破并且站稳的话呢，那么线索才会慢慢的清晰嘛。那现在的情况呢，看起来是有在按照我们的剧本走但是成交量是迟迟没有给出任何答案的，所以说从结构角度来讲呢，目前的核心依旧还是在周线的情况当然，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斐波的衡量，我是以12月是29号的周线上涨的斐波作为衡量的基础那如果是说回到我们这个天图级别也就是我们的日线，那你可以看到说底部呢这两笔多单的逻辑呢，我还是会统一放到这周的结构重新监视那上周最终的 K 线是收成了一个十字星嘛，所以说在十字星出现突破了以后呢，刚才我们可以在周线级别看到量能是没有明显的提升的，那这就导致说价格回撤之后呢，它是进入了一个上下拉扯的状态，所以说目前呢并不是方向的确认，而是在等着这个结构出一些比较可观的条件让我们去做参考。所以这一周真正值得关注的点不是这个盘中的这个波动而是上周我刚才有提到了，上周的高点和低点呢，它到底能不迎来方向性的突破？只有其中一边真正的被有效处理以后呢，那么结构才会给出更清晰的线索因为在这个昨天直播间我有提到的是日线环境里面呢，价格需要突破这一根的这个高点也就是我们周六的高点作为多军先行的观察条件那目前的环境来看呢，价格确实是有按照原先的路径去做推进。不过我们底部这里呢，不管是从周图还是天图不管是从我们的周线还是日线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底部呢，成交量是没有同步扩大的那如果是说按照成交量和 K 线来去做衡量的话呢，有类似于出现这种背离的情况那整体的表现呢，对我来讲更多的是出现一种诱多的状态，而非全面展开真正多军发力的情况那短线的部分呢，当时我是通过这个4小时环境来去进的多单。那么目前虽然是有在处于一个小幅度的浮盈但是这种浮盈呢，目前对我来讲我是不会开心的那么早因为这一笔多单呢，我会按照原先视频还有直播间提到的结构来去观察。那在结构还没有被破坏之前呢，目标还是会放到我们周线的 FVG 区域那接下来需要面对的就是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我们要思考一下昨天的高点能不能先迎来有效的站稳再来就是上周的高点这个位置呢，以及我们上个月的高点是否能够迎来有效的突破。那在我的视角里面呢，目前日线环境更多的是在上涨中的回调嘛因为当时我有提到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底部一直去做一个上涨延续了以后呢，价格从这一根开始，它是没有再去扫掉我们这一根 K 线的高点那所以说，按照整体的环境来讲，我会觉得这个上涨是一个回调。那我是希望说，价格吃到4个小时结构里面的时候呢，它能够迎来方向性的突破也就是我们市场
突破的这个结构哦。那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哦，目前上周没有明显出现多个引线的压制，反而在底部呢一直出现我们支撑的反应哦。我会保持一定的这个警惕呢，不是因为说持有的这个多单而去忽略真正价格行为的变化，所以接下来我要做的一个点，只是需要观察市场如何去回应刚才有提到的这些位置那今天呢，我还是会一直保持目前的这个多单看一下价格能不能够触碰到这上方的这个位置因为上几期视频呢一直是有提到说我会保持衡量到周线的空白区，也就是这个 FEG。那底部这里呢，原先的两单呢，我本来是想着说价格它能不能先吃进来这个缺口，因为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上周的斐波来去衡量的话呢，那这里是有一个很好的回填区，但是价格呢，如果说真的要细看的话，其实价格没有进来多少对我来讲的话，这一根下来了以后呢，虽然是出现了插针举动底部出现了这个一定的支撑反应，不过价格是没有借助我们底部原先1月2号的多头 FEG 去作为跳板的没有真正的去进到这个位置来去做一个反应，所以在目前的环境来讲，我会观察一下价格。如果说它站不稳，在这个昨天高点一直去摸到我们上周或者上个月的高处的话，那我会看接下来价格在后面的 K 线形态呢，它能不能够先下来去吃到我们底部 FEG 来去做一个跳板，因为从结构上来讲的话，如果说价格能够迎来强制的上涨，那首先我们要衡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成交量。那成交量如果是没有提升，反而我们 K 线一直在保持一个上涨环境，那就等同于说成交量和我们 K 线行为出现了这个背离的情况，那价格呢有可能会在中时间级别或者是小时间级别的这些结构里面呢，去扫掉一定内部的高点以后呢，再进行回落。那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我们通过大时间级别，先是看到的是成交量没有扩张起来，然而我们的 K 线一直都有保持一个上涨情况嘛。那接下来呢，如果说你们有在中时间级别或者是小时间级别来去做超短线的这个衡量的话呢，那不妨你们可以去小时间级别来去衡量说，到底这一根或者是说这一根的内部结构里面呢，它有没有迎来一定的这些摆动点是可以去衡量的。因为目前我通过日线级别来去衡量的话，我抓的是这个波段嘛，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呢，对我来说这里会是一个趋势这个流动性所以说在底部这里呢，只要它能够持续的一直创造支撑的反应呢，那我觉得价格应该是要从原先底部这个环境一直保持支撑，并且做了一个有效的突破嘛。因为回顾到最根本的点在于，我是以多单的思路来去衡量整体的节奏，所以说在我衡量多单思路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我肯定是需要说价格能够迎来高位的突破，才能够把这个多单的利益最大化起来感谢今天大家看到这里如果说这段分析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点个赞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写下你目前对这段行情的偏见不管你现在是怎么看我们都会带到直播间一起去验证那同时呢，我这里是不带单不喊单的只做教育只谈市场给出的语言和这个结构逻辑那如果说你想要系统化的去拆解这些结构的话，或者是说你发现自己的操作上面反复卡在同一个位置那下方的链接或者是主页呢都有我的联系方式，你可以直接找到我那如果说昨天有这个没有在我直播间的那你们可以看一下昨天的直播回放那昨天的直播回放呢也有提到说具体比特币的一些关键衡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你也可以回顾到这个直播回放呢，去看一下昨天的这个比特币行情到底应该是要怎么去衡量，或者是说今晚到直播间我们大家一起去观察目前这个情况到底会迎来什么其他的线索通过这个价格行为呢，让我们拥有更好的一些参考依据。